好了，平时呢就在办公室里面跟大家讲，就好像开会或者上课，今天就选在这里讲，跟大家很轻松的讲一个很特别的话题。话说我背后的那个是 $1,000,000 view 哦。OK， 好，今天的话题呢就讲到马来西亚东铁，耶，要来咯。Your mind is clearer than before. Your heart is full and wanting more. Your future's at the door. Give it all you got. No hesitating. Hello， 大家好，大家新年假期回来了吗？今天给大家录制的这个视频呢，是讲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哦，就是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应该没有多少人讲过这个话题吧？什么？有这种事？好，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有留意房地产还有国际政治经济的呢，一定知道或者听过“一带一路”，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遥远的愿景，是不是啊？好像听过，也好像懂一点这样子。那今天呢，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愿景啊，其中的一部分呢，在马来西亚已经悄悄的、实实在在的实现了。那首先呢，我们就来先简单的科普一下“一带一路”到底是什么。一带一路呢，其实就是古代的丝绸之路的现代升级版。那中国呢，就通过了技术还有资本的合作，带着多个国家一起去修铁路、建港口、盖工业园。它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让全球的贸易不再只是靠海运慢吞吞的绕路，而是通过呢多个高速铁路这样的超级动脉来实现这个陆海联运。对于老百姓来说呢，就是路通了，资本、工厂还有人才也流动起来了。而今天视频的主角呢，就是这一条全长665公里的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 ECRL。大家呢都把马来西亚半岛啊，现在就想象成一个人。以前呢，我们的经济血液都主要集中在西海岸，也就是吉隆坡、槟城还有柔佛。而 ECRL 呢，东铁它就像是一条全新的任督二脉，一口气打通了东海岸的吉兰丹、登嘉楼、彭亨，最后直插雪兰莪的心脏。这一条不是一条普通的铁路，而是把东海岸的资源还有西海岸的财富彻底的焊在一起了。OK， 现在来了，为什么要砸几百个亿去建这一条铁路？因为未来它就是一条重要的陆上桥梁。以前的货船呢，就是要从南中国海绕到新加坡，再进入马六甲海峡。以后呢，货物可以在关丹港口下船，直接坐火车再横跨半岛，几个小时就到巴生港。这里省下的不只是时间，更是全球贸易商梦寐以求的成本优势。这个路通了过后呢，沿线的工业园区还有物流中心也就会像雨后的春笋一样冒出来。而最关键的呢，现在就不是给大家画大饼的时候，在想这是在讲的呢，还是真的？截止2026的2月，今天东铁的进度呢已经超过90%了。想当初的愿景，纸上的愿景我们言犹在耳。转眼间，火车就已经差不多要在大马开始路测了，要开始 testing 了这条火车。那根据网上的消息说呢，2027年的1月第一阶段就会正式的通车。以前从吉兰丹 Kota Bharu 开车到吉隆坡要7-8个小时，现在只是要4个小时，减短了一半的路程。那么既然我之前带大家拍了这个半岛的环岛系列房产视频今天我们就深度的走一片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太长了，我们就叫东铁。东铁横跨了吉兰丹、登嘉楼、彭亨还有雪兰莪州4个州，官方呢就把它分成了 A、B、C 3段，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拆开看。喜欢这个视频分享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哦。第一段呢 ，A 段就是从吉兰丹到登嘉楼，这一段呢是未来的北部门户，也是打通泰国连接以后泛亚铁路的喉咙。
目前来说呢，马来西亚吉兰丹州啊，首府就是 Kota Bharu。Kota Bharu 一直以来都是吉兰丹的行政还有商业中心，它呢就是很浓厚的回教文化，还有传统的市场。目前的经济呢，还是主要依靠农业、渔业，还有传统的贸易，比如说巴沙或者市集之类的。而且 Kota Bharu 这个站呢，它就不仅仅是一个终点或起点，它就预留了通往马泰边境的一个接口。未来这里呢，就会成为中国、老挝、泰国货物进入马来西亚的第一个站。还有一个值得留意的就是巴西布袋这一个站，它呢在 A 段这一间呢，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综合站，就是客运还有货运，就是说载客也载货的。那么在这里呢，就有一个Dot Bali的一个工业园区，那么配合着东铁这个铁路哦，这里的货物可以直接上火车，4个小时直接到巴生港口。而随着这些工业园还有物流仓库的落地啊，预计以后呢，这边会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这样的话，会对周边的廉价房屋啊，还有工业地皮啊，都会带来一些巨大的利好。还有一个站呢，是叫做 Jerdeh， 还有Kuala Terengganu，都是在登嘉楼这个州的。那么说到这个登嘉楼这个州啊，这里是真的很漂亮，有很多很朴素还没有被开发的岛屿，就比如说停泊岛、热浪岛。这里的海水啊，哇，清澈，那个沙又细又白，椰树还有凉凉的海风，非常值得来玩。以前呢，就只有旺季才会有人来。那现在的话呢，这个东铁通车过后，从吉隆坡坐火车过来旅游的人呢，只需要4个小时，所以来这边旅游的人一定会变多。所以同时呢，这里也可以预见哦，这个地方会发展出更多的精品酒店、民宿，还有旅游配套的服务业。接下来呢，就来到 B 段。那在这里呢，有几个站可以留意一下，就是东运、龙运。那么以目前的状况来看哦，这几个呢，它其实就是一个能源的重镇，是马来西亚石油化工 （Oil and Gas） 的心脏。目前的话呢，这里的经济主要是高度依赖马来西亚国有企业 Petronas， 还有相关的服务业。长期以来呢，这里的工业产品哦，往外运的话，主要是靠公路。重型的卡车、lorry，OK， 还有物流呢也非常的慢，成本也很高。随着这个东铁开通的话呢，这边的货运是直通的。这里的车站有东莞还有楚盖，他们都会配备了这个货运的设施。2027年开通过后，石化的产品是可以直接从工厂上火车，直接去到巴生港口，再出国全世界。来到这一边呢，还有一个站叫做 Terating， 也是一个很漂亮的海岸。东铁通车过后呢，吉隆坡的游客只是需要4个小时，舒舒服服坐在一个很宽敞的列车，直接来到 Terating 码头，然后准备出海冲浪啦。那么再来呢，来到 B 段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了，非常重要的站就是关丹港口，关丹 Port City， 全球物流的十字路口。说到这个港口呢，它是马来西亚唯一的深水港，而且呢，它是直接面向南中国海的。这个货物它可以从南中国海 ，OK， 再来到关丹港口下船，不需要绕到新加坡，直接通过东铁横跨半岛来到西海岸的港口。而且呢，关丹港口旁边就是中马关丹产业园，在这里呢，这个钢铁、铝业还有各种的制造业已经形成规模了，已经有很多的工业大厂在这边设立了。以前呢，这些大厂最头痛的东西就是物流。那么随着东铁2027开通过后啊，关丹的港口呢，就是从一个地方港口升级成为国际物流的枢纽了。那么这也意味着全球的资本或者原材料都可以在这里聚集加工，然后再运往全世界。对于投资者来说呢，关丹港口的崛起，它意味着这里不再是一个2线城市，它带来的大量高薪就业，还有外界的管理层，会直接撑起周边的商业，还有高端住宅市场。好了，在这里也暗示大家，我已经给了大家很多的房产投资 tips 了哦，记得把我上面这个联系方式加起来，马来西亚房产找我就对了。现在呢，终于来到 C 段，彭亨州来到雪兰莪州。那么以前呢，彭亨州的文东还有吉隆坡是被这个大山隔开的，全靠那一条弯弯曲曲、
常年塞车的Karak Highway 来回吉隆坡和文东。那文东目前它还是一个以文东江啊、猫山王啊闻名的一个旅游小镇，经济模式呢就比较传统。现在东铁挖穿了16点多公里的云岭隧道，直接把大山打通了。那么通车了以后呢，文东来到吉隆坡的距离被缩短到不到1个小时。大家想象嘛，不到1个小时就可以去吃文东的猫山王榴莲哦。OK， 好，这也意味着文东将从一个周末旅游地呢，摇身变成一个吉隆坡的后花园，后花园了。好了，接下来呢，也来到一个核心的枢纽站，叫做 Gombak 耳麦。现在来说的话大家对于 Gombak 的印象呢，就是轻快铁 LRT 的一个终点站，或者是通往东海岸的巴士总站大 bus 的 OK， 那个人流量呢是大，不过停留的时间很短，都是来上车就走了。那么东铁开动过后呢，这里就是一个双铁联动，就是 LRT 加ECRL， 预计呢2027年的1月第一批从东海岸过来的乘客就可以在这里下车，然后无缝连接转乘 LRT 进市中心。可以幻想一下吗？以后的人就是可以从 Kota Bharu 搭那个火车来到 Gombak 转 LRT 去 KLCC 旅行。OK， 就这样简单。接下来呢，还有一个站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站非常的重要，叫做 Serenda 双文丹。说到这个站以前我住在这里附近有点亲切感。OK， 双文丹呢，目前它就是一个小乡镇，它其实离开市中心呢不会很远的，就高速公路1个小时左右就到。那么这里呢，它是有很多重工业还有汽车产业的，就比如说马来西亚的国产车 Perodua 的工厂就设在这里了。而随着东铁的到来呢，它即将会解决这个货运进程拥堵的问题。来，我给大家一个画面它是一个2个方向的钱流。就比如说从东到西的话，外贸出口货物呢是从关丹港上火车，通过双文丹直接去到巴生港卖给全世界。这边呢，它就避开了马六甲海峡的航运塞车，省时省钱。又或者呢，从西到东，就比如说内需分流，那么在雪隆区生产的一些产品，比如说 Perodua 的汽车工业零件从双文丹直接上火车运到去关丹，再乘船去沙巴、沙劳越或者是中国。而这一条线呢，会让双文丹周边的工业地皮或者是仓库变香了。如果今天某某人你想要投资在工业地产的话呢，不妨留意这里，同时也可以联络我可以这样子。而其实呢，东铁除了刚刚我说的这个3段，还有一些这个值得留意的站之外，其实它还是有一些 extension 的，就是延伸出来的一些地铁线。不过呢，就还没有完成，而且呢，也是会在第2期的阶段，所以那一个的话呢，我就放在第2集给大家再做分享了。而今天这里的分享呢，希望大家会留意到原来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差不多要实现了。其实它就相等于这个一带一路或者是泛亚铁路其中一块拼图，就是马来西亚这一部分已经完成了。那么如果说我们放大地图来看的话，以后要是实现这个泛亚铁路的话，其实我们就还差泰国那一部分。泰国那一部分如果弄好了过后呢，大家就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从中国乘搭火车来到吉隆坡。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希望大家更了解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还有呢未来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的潜能。而同时呢，我也是整理了一份东铁沿线5大最具潜力的投资区域，涵盖了具体的车站位置，还有周边单慢的这个名单。那如果想要这份清单的话呢，直接在评论区留言一个东铁那我们就可以联络起来了。好啦，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一边了，希望大家喜欢，也有帮助到大家。那接下来记得点赞、订阅还有分享了，我们下一期见啦，拜拜。还没讲完，我还没有讲完，介绍一带一路还有东铁。东铁它的进度呢已经进了差不多90%。OK， 来1、2、3，截至 OK 来1、2、3。而这个港口呢 OK 来1、2、3。我昨天的稿比较好，我昨天做到1点多的嘞。